乖乖，这沈家嫁女的阵仗也太阔气了，半条朱雀大街都给占了。我在长安跑了10年买卖，从没见过这么长的嫁妆队。衣被装男，茶酒器用，桩件件都备到了极致，连100年后的寿冠都提前替女儿备足了。从生到死的用度，娘家全包了。嫁到夫家，谁敢慢待半分？裴公好福气，沈家无亲长持家，偌大产业尽数裴家入府，足以保裴府几代无忧了。裴家世代官宦清流，我也是世家贵女，如今娶个商户女进门，还满长安城的敲锣打鼓张扬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娘好像不喜欢我。你多想了，母亲只是面冷心热，日子久了，她会疼你的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圣旨到！边关军情紧急，命裴长京即刻率军北征，即刻启程。臣领旨。等我凯旋，往后岁岁年年，我亲自为你挽发簪花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小姐，您日日为夫人熬药，她都没夸过您半分好呢。将军在外征战，我替他侍奉父母是为人妻的本分。少夫人，这是本月的账目。西市积压残锦7折转卖染坊回染，越窑茶具放各食铺寄卖抽2成利。账册交易抵单的数额不对，回去重核，3日后我查验。少夫人行事果决又眼明心细，裴家能有如今的景象，真是多亏了少夫人撑着。少奉承我了，快去忙吧。是。小姐，茶来了。小姐，听说边关大捷，大军即将抵达京城，您终于可以和将军团聚了。真的，翠儿，快替我好生梳妆。对了，帮我那盒浅桃胭脂取来。好好，瞧把小姐高兴的。公主，听说裴将军打了胜仗回来，他长得气度不凡，之前还对公主献过殷勤。父皇，我要嫁裴将军，求您为我赐婚。裴将军已有妻室，恐怕不妥。那便让那个沈氏为妾好了。好父皇，求求您了。唉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我就知道父皇最疼我。公主，若沈氏执意不肯为妾，该如何是好？不肯为妾，若是不肯，我便让他做个孤魂野鬼。小姐，将军回府了。夫君，唐儿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裴长京封镇北大将军，赐黄金1000两，迎娶永宁公主。臣领旨。圣旨无法更改，但我可以同公主商量，让她容你为妾。出征前你说这只簪子等你回来会亲手给我簪上，会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这3年来我对你家尽心尽力，结果你回来第一件事居然是让我做妾。唐儿，我知道这样对不起你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你。你可知妾通买卖，我沈唐绝不可能做妾。好孩子，娘来看看你。你进裴家3年，娘心里早把你当亲女儿。长靖这事儿是委屈你了，但圣旨不可违。公主进门，她若不从，
满门遭殃。你放心，就算做妾，你还是娘的好儿媳妇。以后公主进门，娘也只认你这个儿媳妇。可是娘舍不得你，能不能不要走？婆母，我也是好人家的姑娘，是绝不可能给将军做妾的。哼！怎么样？他同意了吗？同意什么？简直像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我同他把好话说了一箩筐都没有松口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他离开裴家，这关乎我裴家的颜面。要不咱们干脆，此物为消弥散，无色无味，只要明早我命人加进沈堂的早膳里。没错，深宅女子偶尔吃错东西丢了命，倒也正常的很。小姐，快跑！老夫人要你的命！整整3年，我对婆母百般关照，我替她煎了1000多碗药，现在他们竟然要这样对我！翠儿，你跟我一起走吧，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小姐，2个人跑不掉的，奴婢会拖累你的。小姐放心，他们不会为难一个丫鬟的。那你保护好自己。小姐，一定要活下去啊！放手！这么晚你去做什么？当然是逃命。再不走，我怕是连明日的太阳都见不到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现在还是将军府主母，有我在，这将军府里谁敢害你性命？是你父母要杀我。不可能，娘最是菩萨心肠，平日里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她不会做这种事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今夜我必须离开这儿。我的好女儿，这么晚你要去哪儿啊？婆母，这3年来我朝婚定审，日日恭谨。你上午还说这辈子只认我这个儿媳，结果转头就要毒死我。什么？用毒？娘，你不是说只让她做妾，不伤她性命？闭嘴！你还想不想要你的青云路了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把话说清楚。你不过出身破落商户，如今场景要迎娶公主，那你做妾是给足了脸面。既然你不从，我裴家也有自己的手段。裴长京，你个懦夫，居然让人当着你的面谋害你的嫡妻！对不起，堂儿。堵上他的嘴，拖走！早认命不就得了？死到临头了，还多挨一顿打。来人，上毒酒！你们不得好死！是顾某来的不凑巧了。这将军府又是在唱哪一出大戏？裴夫人深夜叨扰，有人举报去年江南织造局进贡的一批贡品，半路被人调了包，流进了裴家的铺子。裴大人呢，请他出来，跟我去赵玉问几句话。顾指挥使，这定是误会，裴家怎会做这种事？老身这就去请老爷出来。先不急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是府里一点家事，教训个不懂事的丫鬟。丫鬟。裴夫人，好一个教训丫鬟！大前律书议第327条，私设行堂者杖80。这酒壶里要是有东西，再加一条杀人未遂，可就不是杖80能了结的了。顾指挥使说笑了，不过是一壶寻常的醒酒汤。那就好，这壶醒酒汤我先不带走了，但院门口留2个人。今晚府上要是出了人命，那我可就得连杀人和贡品一案并查了。去查查那个女子的身份，丫鬟，哼，我看没那么简单。小姐，翠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偷了管家的钥匙，趁外面换班的人还没来，我们走。小姐，快来！老夫人，少夫人跑了！
追，往城外追！叫人封住巷口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许伤他。唐儿，跟我回去吧。回去？回哪里？柴房还是祠堂？我在城西有处宅子，你先去那边，我会同公主商量，让她容下你。城西离裴府3条街，这是近了，怕公主创见你养外室。裴长京，你替我考虑还挺周全。不是外室，我会保你平安的，我对你也会像以前一样。保我平安？你娘要杀我的时候，你保了吗？唐儿，我有苦衷。你娘杀人是有苦衷，那你爹私贩贡品是有苦衷，怕是全长安城的苦衷都落在你们裴家了吧？圣旨压着，我娘也压着，我没办法。你那么爱我，一定能理解我的苦衷。爱你，我沈棠眼瞎了才嫁给你。你们裴家从上到下狼心狗肺，贪心无度。翠儿今年才17岁，你们居然杀了她！你们裴家迟早有一天要遭报应。你别过来！唐儿，坠崖了。是，裴府的人追到城外，有个丫鬟中箭掉下去了。沈氏也坠下了山崖。这个裴家真是无法无天，为了迎娶公主，居然逼死嫡妻。他们当真以为裴长京打了一场胜仗，就可以在长安只手遮天了吗？山崖下面搜了，还没找到人。备马，我去看看。大人，下游没发现尸身，水太急，有可能冲远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往下游搜，沿河所有村子，挨家挨户问。是。你醒了，你可算醒了！你从河里飘下来的，我拖了你3里地，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你是谁？我叫玉传，这是我家，就在渭水河边。你命大，被石头卡住了，不然早冲走了。你躺着，我给你熬了点粥。你家就你一个人，还有我男人，他出去干活了。哟，哪儿来的小娘子？长得还挺水灵。他落水了，我救回来的，伤还没好。伤不伤的有啥？养着呗，好好养着。回头哥哥给你弄点好药来。他还没吃饭呢，你先出去，我给他弄点吃的。外面有人，是迎春楼的人。玉婵，玉婵，快把那小娘子叫起来，咱发了！迎春楼的李老妈出20两买人，20两！你疯了？他是人，不是牲口。你昨晚还让他好好养伤，养什么养？老子输的裤子都没了，不卖他卖你。就是这间，人在里头。哟，还真是个美人坯子。混账！你个臭娘们竟敢打我！滚开！快跑！你快跑啊！你他妈别坏事！老子今天输大了，房子都押出去了，不卖他，咱俩一块睡大街。都别动，你们都给我站到墙角去。有话好说，你别冲动。快去！你跟我一起走，留在这儿他会打死你。你怎么了？快走啊！我就不走了。我嫁给他那天，我娘说了，
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女人家命就这样。我要是跑了，我娘在村里抬不起头。你娘抬得起头还是抬不起头，能比你的命重要？我已经这样了，我认了。你走吧，你不一样，你还有活路。我回去，他顶多打一顿，死不了人的。臭娘们儿，给我站住！你快走，求你了，别让我白救你一场。臭娘们儿，跑！你倒是跑啊！刚才拿刀的时候不是挺威风的吗？哼，敢惹我，老子今天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官爷，欺男霸女的杂碎，直接拖走埋了，省得在这儿碍眼。官爷饶命！官爷饶命啊！沈棠，算上这次，你欠了我2条命。金无畏，你是顾昭？看来你还认得我。你这镯子哪儿来的？祖传的。祖传的？那真是巧，我祖上也给我传了个一模一样的，这是先太子府的标记。这2枚镯子是当年太子妃陪嫁中的一对。你是说我手腕上这个是先太子府的东西？先太子与我有恩，恒福太子被灭门一案我查了3年，一直没有线索，直到那晚在裴家后院看见你带着这个镯子。你救我的命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？先太子府300多条人命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。虽然你和太子府是什么关系我还不知道，但一定与你有关，你得帮我。我现在是一个死人，连身份都没有，你让我拿什么配合你查？就算是一个死人，金无畏想让他活过来，他就得活过来。我保你平安，你帮我查案，两不相欠。既然你说要护我周全，但帮我一个忙，不远处的民房里有一名叫玉蝉的村妇，是她救了我。回禀老爷夫人，我们在崖下搜了一夜，什么也没找到，下游也派了船去捞，没有踪迹。那就继续搜，把下游所有村子都翻一遍。搜什么搜？人从那么高的崖上掉下去，江水又急，早就冲走了。你搜再多也是白费力气。娘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死他？是我，那又怎样？我好声好气跟他商量，让他安安分分做妾，他油盐不进，非要和离。可她是我的妻子。你的妻子是永宁公主。好了，人死了就是死了。金无畏盯上咱们了，贡品的事还没过去，对外就说沈氏病故，选2件旧衣，找口薄棺从后门抬出去，把丧事办了，堵住外头的嘴。你们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不肯给他。她一个商户女，死后能有口棺材就不错了。与公主大婚之日就在眼下，你要是想在朝中站住脚，就赶紧把公主娶进门。沈氏的事到此为止，别再节外生枝。唐儿，殿下，裴将军府上传来的消息，沈氏坠下天女山崖，尸骨无存，死了，倒是个识趣的。本宫还想着过门后要费些手脚，如今倒省了事。听说裴将军在崖边徘徊了半夜，派了很多人去找，说什么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由着他折腾。男人嘛，总要装几日深情，回头过了那股劲儿，连那女人长什么样都忘了。一个贱民而已，也配让本宫放在心上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快走，别管我！小娘子，你是不是想通了，想去楼子里过日子了？你嘴这么臭，就适合吃点这个。你找死！放肆！金无畏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饶命！饶命啊！别怕，有我在。他打你多久了？没事的，我习惯了。习惯什么？哪有人挨打会习惯？你看看这双手，这些都是他打的。从成亲第2个月就开始，3天2头，喝了酒就打，输了钱也打。他说我生不出儿子，打我是替我爹娘教训我。和离，这男人不能要，和离不行。你不知道，和离了的女人出去，走到哪儿都被人戳脊梁骨。我一个无依无靠的，往后怎么活？你可以跟我走，
我没有家，你也没有，那咱们就重新搭一个家。我织布，你绣花，我卖货，你算账，饿不死。可我已经嫁给他3年了，他再不是人也是我男人啊。我爹死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他，我要是和离了，我爹在底下都闭不上眼。你离了我能活，不出3天就得饿死。女人离了男人就是个废物，你要赶走，我明天就去你爹娘坟头撒尿。你爹当年跪着求我娶你，说你就剩下一个人了，让我照看你。你现在倒好，翅膀硬了要飞，你爹在地下都得给你气活过来。你给我闭嘴！玉婵，你听我说，你爹把你托付给他，是让你活得好，不是让你挨打挨骂的。可是我能去哪儿？我什么都不会，出去就是个废人。你会绣花，咱们开间铺子，你当绣娘，我当织娘，亏了算我的，赚了咱们平分。好，我跟你走。从今往后，我玉婵这条命是自己的，跟你王老五再也没有半点关系。走，从今往后，再也没人能打骂你。阿唐，我们真的能靠自己活下来吗？就靠我们2个女人？能，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天起，没人能再打你一巴掌。这铺子好旧，门板都朽了，能开得起来吗？旧怕什么？修一修就新了。人也是一样的，把烂掉的部分踢掉，剩下的都是好的。阿唐，那是那个沈棠已经死了，从今天起，活着的这个人要把他们欠我的连本带利1分不差的讨回来。这些都是用来织云锦的织机。云锦就是外面卖的极贵的那种绸缎，外面卖的都不叫真正的云锦，那些只是仿了花色用了名字。真正的云锦，光一照颜色会变，像天上的云在流动。现在已经没有绣娘会织了。那你怎么会的？我养父教的，他从前就是织云锦的匠人，沈家那间铺子靠的就是他手里的这门手艺。爹爹，这上面写传子不传女是什么意思啊？那都是些废话。你是我沈家唯一的宝贝，最重要的东西当然要交给你。那万一以后有人来抢怎么办？那我就教你织得更快更好，让他们抢到了册子也织不出来。记住了，手艺在手上，在脑子里，不在纸上。你养父真是好人。是，所以这门手艺不能断在我手里。这么多织机，还有这么大一间铺子，咱们拿什么买？买不起，但有人买得起。谁？一个好人。你想开店，铺面的钱没有，织机的钱也没有，全要到我这里来空手套白狼。我这是技术入股，你出钱我出力，分你3成利，最多3个月就能让你连本带利赚回来。你凭什么觉得3个月就能回本？因为我织的是真云锦，光一照会变色的那种。长安城里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真云锦了。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？就为了3成利？那我把这个押给你，行不行？你的提议我答应，3成利，3个月回本。那击掌为誓。既然我们已经是合作关系了，再帮我个忙，10几台织机都在城西废织房里堆着，我想……知道了，明天一早我让府的人去帮你搬回去。对了，铺面翻修的钱也算进你的本金里，明天我再写一份详细的账目给你。终于，
不会泛光，跟天上的云彩似的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这种锦缎，摸起来又滑又软。这料子多少钱一尺？给我量3尺。阿唐，今天的流水算了多少？73两4钱。真没想到，我也能靠自己挣到银子。你那手绣活比长安城里那些老绣娘都细致，客人抢着要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阿唐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人还能这样活。这才刚开始，以后长安城里的贵妇都穿咱们的料子，你就更数不过来了。二哥，我去朱雀大街看过了，确实是大哥家当年的云锦，那布的光泽和纹路和大哥当年织出来的一模一样。铺子挂的牌子叫唐锦芳，掌柜的是沈棠那丫头，她没死。她没死？那裴家发什么丧？这个死丫头拿着沈家的秘方自己做生意，连声招呼都不打。二哥，那秘方当初是大哥传给他的，大哥就这一个闺女，传给他，他一个女娃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人。大哥糊涂，把秘方交给一个丫头骗子。现在他拿着沈家的手艺在外面挣银子，我们沈氏宗族一分捞不着。那二哥的意思是，他一个女人家，没有宗族撑腰，开什么铺子？只要让他的铺子开不下去，全听二哥吩咐。你们凭什么打人？大家来看啊！黑心铺子卖毒布，我前天在他家买了3尺布，回家裁了一晚上，第2天手上就起了疹子，又红又肿，又痒又疼。我弟媳妇儿也买了1块，回去也是手上起泡。黑心商贩拿毒染料染布，这是要人命！我这铺子里的布用的全是茜草染红、栀子染黄、靛蓝染青，1没加泛，2没加硝。你们说有毒，可有证据？看什么大夫？我手上这疹子就是证据！你赔钱，关门！你是猪肉铺子的三娘，你管我是谁？反正你们得赔钱。我认得你，你家孩子满月的时候，我去你家吃席，你误吃了花生馅的圆子，当场手上就起了这种红疹子。你根本不是碰了布料中毒，你是吃花生过敏。胡说八道！我不过敏，我就是摸了他家的布才起疹子的。是啊。你不是说你不过敏吗？这盘花生，你当着大家的面吃1颗。你要真没事，我当场关店，还赔你10倍银钱。为了装病，我已经吃过花生了，若是再吃，就要命了。谁知道你花生里下了什么脏东西？连1颗花生都不敢碰，又凭什么咬定我店里布料有毒？你回去转告背后指使你的人，再来寻衅闹事，我直接报官捉拿。二哥，今日这计策没能成事，三娘被1盘花生就拆穿了。这2个姑娘比我们预想的更难对付。区区2个女子，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二爷，我有一计，我们不如一把烧掉她的铺面，等这生意彻底做不下去，她只能回头求宗族收留。倒也是个办法。二哥，若是放火闹出人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哼，他本就是宗族不认的外人。出事谁会为他出头？你们放手去做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阿唐，你说今晚真的会有人来吗？我这位叔父最擅长背地里耍阴招，今日他派来的人当众出丑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向来受不得半点委屈，今日吃亏，必定连夜寻法子报复。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无妨，陷阱我早已布置妥当，只管等着他自投罗网。2位差务，请看，这几人意图当街纵火烧店。
人赃并获，纵火未遂，跟我们回衙门一趟。沈棠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居然设局害你亲叔父，你对得起你爹吗？我爹要是还在，沈家的秘方就不会成为被你们盯上的一块肥肉，你今天就不会拎着火油站在我门口。放开我！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拿着沈家的秘方在外面挣银子？将军，方才大夫前来诊治，说老夫人的咳喘越发严重，怎会突然恶化？此前一直按时服药，身子明明已经稳住了，药方并未更换，只是汤药熬不出往日药性。自从少夫人离开，老夫人身体便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。娘，这副汤药需大火先熬1炷香，再转文火慢煎半个时辰。清水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可添冷水，否则药性尽数消散。我知晓了。殿下，裴将军派人传话，今夜留宿书房，不来一同用晚膳。又宿在书房，这已经是第几日？回殿下，第7天了。他这是为了一个商户出身的低贱女子，刻意避着本宫。难道他还要给那个女人守寡不成？殿下息怒，将军许是军中公务缠身，无暇分身。什么公务繁忙？本宫3次派人相请，他次次推脱，明摆着就是躲着本宫。好啊，本宫就不信了，他还能躲一辈子。说，当年先太子的案子，你都知道多少？是中毒，线索又断了，看来还得从沈棠那边入手。将军，当年太子府幸存的宫人已经接回来了。去朱雀街，带沈棠去当面对质。棠儿，棠儿，停车！棠儿，你那位救夫君在后头追着呢，喊得整个朱雀大街都听见了。他早就不是我夫君了。听你这语气，倒是无情得很。顾指挥使，正常人谁会对要杀自己的凶手还怀有情意？何人在此拦贵人座驾？还不速速让开道路！本将乃是镇北将军裴长京，今日请车上之人下车以叙。何人在此拦贵人座驾？还不速速让开道路！本将乃是镇北将军裴长京，今日请车上之人下车以叙。用不用我将他驱离？不必劳烦指挥使，我与他之间的私事，自有我亲自了解。沈棠，你没死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？将军府如今已有新的主母，公主已然过门，我回去又算什么？我如今早已是个死人，
这对你而言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？唐儿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之前的事是我对不住你，可我那日追出去是想带你走的，我想先把你安顿在外面，隔几日就去看你。公主那边我会同她商量，只要你愿意受点委屈，我一定能保你活下来。之前的事是我错了，唐儿，你再信我一次。我凭什么要为了你受委屈？你当你自己是谁？你明明那么爱我，你以前说过，嫁给我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裴长金，你但凡有半分好，我们也不会。请你以后别再缠着我了。唐儿，你别走。车里有男人。沈棠，你我还没和离，你居然就跟外男交往甚密！多管闲事，你和公主都已经成婚了，还管我同谁交往？不会的，唐儿不是那种人，她一定是被逼的。殿下，消息确切，今早在朱雀大街，裴将军当街拦了一辆轻尾马车，与车上的女子拉扯了许久。那女子是新开张的唐锦坊的老板娘，裴将军最后被马车里的人打翻在地，极为狼狈。布庄的老板娘，刚死一个商户女，又冒出来一个，裴长静怎么什么脏的臭的都往身上沾？殿下息怒，一个开布庄的商妇也敢来动本宫的男人，不管他是谁，跟本宫抢人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行了，别板着脸了。沈大掌柜开业才几天就赚了几百两银子，还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赚再多银子也没有顾大人家底厚，官做的那么大，光俸禄就够在长安买一条街了。要是赚钱就高兴，你岂不是天天都要脱光去朱雀大街上跳舞？外面人都说沈娘子是再贤淑不过的人，知书达理，温婉端庄。我看这句话倒不尽实。贤淑有什么用？我贤淑了3年，在裴家做了3年贤妻良媳，到头来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倒也不是全然无用，主要还得看你依靠的那个人靠不靠得住。你还没说，今日叫我出来究竟是什么事？我找到了当年太子府灭门时侥幸出逃的宫人，是太子妃身边贴身的李嬷嬷。人我已经接入长安，就安置在我府中。娘娘，娘娘，老人家，先起来说话。你刚叫我什么？姑娘，您跟太子妃长得一模一样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那孩子肩上有一块唤形的红色胎记，您身上有没有？有，左肩后面有一块浅红的胎记，像花瓣的形状。奴婢不负太子妃所托，奴婢把小主子救出来了，小主子活下来了。你们做这样的事是要遭天谴的！按这么说，当年那孩子是我。太子与太子妃伉俪情深，多年仅有一女，封号昌平，乃是先太子唯一的子嗣。没想到，你便是当年的昌平郡主。世事无常，你本该享有公主尊荣，却流落在沈家做商户之女，还在裴家受尽搓磨，险些丧命。我是昌平郡主，小主子。这么多年你受苦了，幸亏这位大人将老奴带到你身边，小主子的身份得以尘埃另断。大人，还请您将此事禀明太后，让小主得到她应有的待遇。不可，
据我调查，当年血洗太子府的是宫中之人，身上持有御前侍卫令牌。彼时那人已经监国理政，能调动人手血洗太子府。整个长安城没有几人有这般权势。如此说来，当年最有可能动手之人便是如今手握滔天权势的那个人。当今皇上。先太子与我有教养之恩，这件事无论查到何种地步，就算捅破这天，我也要为他讨回公道。现在我们不能打草惊蛇，你姑且先在唐锦坊安顿好，等查明真相后再徐徐图之。这是大人，你可是顾小侯爷顾家的那个孩子？没错，李嬷嬷可是想起了什么？当年太子爷娘娘在世，便为你与我们小君主定下娃娃亲，这2枚金璎珞相欢，便是定亲信物。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，你们终究还是重逢了。阿唐，咱们接下一桩大单子，宫里派人送来拜帖，特意定制一批云锦用作嫁衣。你猜猜他们想要绣制何种纹样？何种花样能让你这般欣喜？凤凰纹样。来人说这批料子供给宫中，准许使用凤凰纹样。你已经应下了。来人身着青灰圆领官袍，腰间佩戴宫内腰牌，说话十分客气，预付20两足银定金，我已经收进钱匣。阿唐，这批成衣若是完工，单工钱便足够我们再添置5台织机。定金既已收下，便按时制作。凤凰纹样采用朱红捻金线，底料选用月白织银锦。你吩咐绣娘针脚细密收敛，3日之后准时交货。哎，我这就去后院交代下去。殿下，人回来了。回禀殿下，唐锦坊已经接下订单，那房主亲口答应3日交货，定金已然收下。奴婢亲眼看见后院搭好绣架，采用朱红捻金线搭配月白织银底料，接了便好。3日之后，商贾铺子私绣凤凰纹样，便是僭越大罪，轻则杖责80，重则流放3000里。你提前知告大理寺差役，3日准时驻场拿人。这一回，本宫定要让他知晓与本宫作对的下场。沈掌柜果然守约，这批料子成色上乘，咱家这便带回宫中复命。依照约定按时交货，银货2髻。本捕头收到线报，此处私绣皇家专属凤纹，触犯礼制。来人，封存布料，查封店铺，将2名妇人带回大理寺问话。差爷，这批布料是宫中定制，是这位内侍大人亲口应允，供给宫中才只许绣凤凰纹样。您若是不信，大可问他。咱家从未说过此话，只是前来定制寻常云锦，只提及要喜庆纹样，从未提过凤凰2字。你明明说过是宫内使用，当时还出示了宫中腰牌。休要多言，来人，搬走布料，封锁店铺，将2人带回大理寺。且慢！大人明鉴，这并非凤凰。不是凤凰，你当大理寺众人皆是盲眼？这鸟冠长尾通体金线，不是凤凰又是什么？凤凰为双冠，左右各垂1撮翎羽。我这绣纹仅有单冠，正中1撮翎毛。凤凰尾羽为5根竹羽，此文案却是6根尾羽。礼制记载，双冠5尾方为凤凰，单冠6尾乃是钻去。什么禽鸟诗词，休要在此蒙骗公差。差爷，这位掌柜所言不假，在下国子监博士，专攻典章礼制。古籍铭文记载，凤凰双冠5尾，专操单冠6尾，专才育文人高士高洁祥瑞，民间绸缎可随意绣绘，并无皇家专属禁令。此纹样并未触犯礼制。你确为国子监任职之人，在下姓郑，在国子监任职7年。差爷若是存疑，可随我回国子监查阅大前律书议一致令，条文写得分明。好得很。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若日后让我查出湍泥，我定饶不了你。随时恭候。哼，收队。大人留步。大人定金已付，契约立字为凭。这批布料您若是取走，便结清余款，
若是拒收，依照契约约定，定金不予退还，您还需赔付3倍工钱。带走。但沈掌柜，你切记，这宫里的钱可不好赚呢。好狡猾的贱人，竟拿圈迷蒙混过关。单关6尾之说，本宫竟栽在一介商务女手中。这批布料尚且沾新，为何尽数剪毁？何处送来的料子？怎么，心疼了？莫非勾起你的旧回忆？这些布料沾着那商户狐妹子的气息，本宫看着恶心。你此话是何意？前几日朱雀大街，满街百姓都看见女布房老板娘拉扯纠缠。先前审视一事，本宫不曾与你计较。可你若在外招忍不三不四的女子，休怪本宫翻脸，惹急了本宫，我便求父皇将你调去边关守城门。布坊的老板娘，新开的布坊。将军，将军，老夫人的病又重了，今早咳了半宿，方才大夫来看过，说脉象不稳，得赶紧请林太医来开方子才行。那就去请林太医，还在等什么？将军，林太医不肯来，小的去了3次，林太医的门房连门都没开，只说太医身子不适，不便走。林太医医者仁心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操持我娘的病子，怎么会不肯来？将军，外面现在传得很难听，都说您是为了迎娶公主攀附皇家，才逼死了少夫人。林太医跟少夫人关系匪眼，少夫人病故的消息传出后，林太医就再也不肯上咱们府来了。什么？这药煎的毫无效用，速去请来林太医，把长安所有名医全都请来。我就不信，离了那个贱人，无人能医治我的病症。夫人息怒，奴婢这就再去寻人。将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林太医一事，我来设法解决。唐儿，今日我是有事求你，你可否出面告知林太医你尚且在世，请他入府为我母亲诊治。我母亲咳疾缠绵半月，其余太医均无良方，唯有林太医的方子能稳住病情。我欠裴家什么恩情？林太医的腿脚长在他自己身上，他愿不愿出审是他自己的抉择，你求我又有何用处？如今满城流言四起，都说我为攀附皇室逼死嫡妻，流言长久散播，对裴家声誉损耗。流言难听，这些话难道不是实情？要不要我顾天桥说书先生将整件事原原本本讲给全城百姓听，从你母亲端来的那碗消蜜散说起，保管比线下的流言精彩10倍。唐儿，你别再置气了，我知晓你心中仍有我。从前你待我百般温存，相处3年，我不信你能说放下便彻底放下，随我回府好不好？我心中早已无你半分情意，究竟要我如何说你才肯相信？莫非非要我持刀伤你，断你手足，你才能认清我早已对你毫无念想？你不过嘴硬逞强，这世道女子孤身在外谋生何其艰难，你只靠一间布坊抛头露面，要承受无数非议冷眼。随我回去，待我立下战功，便向公主求旨，纳你为平妻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受苦，这数月才是我此生最自在畅快的日子。当年在裴家3年，我悉心侍奉婆母，打理家事，只是我本性良善，与你裴长今没有半点关系，你不必自作多情。唐儿别走！何处来的无赖，光天化日拉扯良家妇人！吾乃镇北大将军裴长今，你敢当街袭伤朝廷命官，已经是重罪。裴将军，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你一人经营布坊，孤身在外多有凶险。我特意送一人前来护你，往后他便贴身随行，保你平安。顾昭，那日马车之内的人原来是你，是你！你们2人竟然……令堂未曾教过你不可随意以手指人吗？看来老夫人病势频重，幼时竟未曾好好教你礼数。你如今竟说出这般刻薄话语，唐儿，你当真变了？从前你绝非这般性子。莫要再唤我唐儿，这2个字从你口中说出，只令我心生反胃。要说的话已经说完，
还请共速离开。多看你一眼，我今日都少用一碗饭。听见了，他让你走。莫要仗着忠烈世家身受圣棒，便肆意妄为。你思想纠成他人之妻，我定要入宫面圣参你一本。你尽管去参，只是面圣之前，还请先与公主解除婚约。大前律法明文规定，男子一生只能有一位正妻。若你认定沈棠是你的妻子，那公主如今身份又算什么？你打算将她置于何种境地？顾昭，你这是何意？签下这份和离书，你才能离开此地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安稳签字离去，还是随我前往大理寺受审？你自己选。好，好，好。顾小侯爷今日是打算仗势欺人？算不上仗势欺人，不过是人多势众，官阶有别罢了。我乃是圣上亲封侯爵，兼任金吾卫指挥使。你区镇北将军，论品级本就不及我。今日不签下这份和离书，你半步也走不出这座院子。唐儿，你仔细想清楚，一旦签下这份和离书，你我二人从此再无半点瓜葛。那再好不过，等会儿我便去买串鞭炮人放，冲冲从前的晦气。该你了。唐儿，你日后莫要后悔。今日多谢你秀珠，积压大半年的心事总算理解。从今往后，我便是自由之身。自由身方才有无限余地，往后许多事才好安排。什么是好安排？并无别的事，我是说户籍一事。你已然和离，户籍也该重新单独落户到你自己名下。这是阿九，我从金吾卫挑选出来的人手，往后由他贴身随行，护你出入周全。阿九参见主子，往后主子吩咐往东，阿九绝不往西，性命尽归主子差遣。你倒是事事想得周全，银子人手接连不断送来，我是不是该给你立长生牌，早晚供奉？你只管收下便是。今日许你还有一桩要事，内务府采办锦缎出现以次充好，私下倒卖之事，圣上震怒，下旨重新遴选御用皇商。你唐锦房中就今在声名响样，大可前去参选。一旦入选，往后官家织造订单足够养活110名织绣净人。当真？先父在世毕生心愿，便是将沈氏云锦扬名四海。若能成为皇家专供，沈氏织造名号便可传遍天下。这是皇商甄选准入令牌，3日后携备选云锦入宫，自有内侍严引。你手中落霞锦工艺独步长安，不必心生忐忑。又是赠令牌，又是提点门路，你这算不算私下为我走后门？这间布坊本就是我出资开设，你入选皇商所得收益亦有我一半。说起来，我也是为自己谋划。倒也说得通。将军，老夫人方才再度吐血，昏厥半个时辰方才苏醒。大夫方才诊脉，直言身子损耗过重，长久恐难支撑。不知林太医可请到府中？未曾请来，先唤其他太医稳住病情。林太医之事，我另行设法。方才将军吩咐整理少夫人嫁妆账目，小人已经核对完毕，仅剩城东2间铺没，城南30亩田尚在，其余田产银钱几乎消耗一空。何谓消耗一空？那是他过门时完整一项地契田产，怎会尽数耗尽？将军外出征战3年，府中常年进项微薄，老夫人常年服药，二公子偿还赌债，迎娶公主置办排场，朝堂上下打点开销，尽数从少夫人嫁妆支取，库房早已见底。我堂堂镇北将军府，竟全靠堂儿嫁妆支撑度日。将军，不如同公主商议，暂借她嫁妆周转府中开支。住口！我7尺男儿岂能依靠女子嫁妆度日？滚出去！堂儿，你竟对我这般绝情。阿唐今日这身装束明艳动人，入宫怕是比宫中妃嫔还要出彩。今日入宫只为皇商甄选盛世，并非赴宴比美。阿九，你随我同往，在宫门外等候即可。是。救命！救命啊！
劳烦大人代为照看片刻。此落霞锦经纬细密，捻金线云静，这般上乘织造手艺，许久未曾得见。这便是朱雀大街唐锦坊的料子。听闻锦缎玉光会变换霞阳色彩。此乃何物？皇上遴选乃是朝廷要务，你竟敢拿粗劣麻布糊弄皇家，居心何在？大人，这绝非民女带来的布票，我备好3匹上等云锦，这粗麻布料绝非我所有。布料置于你托盘之内，岂能抵赖？来人，将这胆大商妇拖出去杖责20，逐出皇宫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哀家在后园赏花，听闻前殿喧哗吵闹，不过甄选几匹织造锦缎，何故闹到动刑谤责？回太后，此商妇将粗劣毛布混入备选云锦，奴才正要按公规处置。此事蹊跷，各家参选皆陈上自家最好料子，唯恐落学，怎会特意被粗布欺瞒皇室？奴才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你抬起头，让哀家一观。像，实在太像了。太后凤体要紧，速传太医。无妨，那粗布一事，你细细说来。回太后，方才途经湖心池，遇宫女落水求救，托盘交由内侍代管片刻，布匹应是那时被人调换。民女殿内所有布料，均以白子仁、薄荷盐分熏藏，自带清冽香气。布料确实才被替换不久，殿前内侍侍卫皆归你统管，眼皮底下发生此事，你这总管之位做得太过安稳。太后恕罪，是奴才失察，即刻彻查此事。这织造纹样技法，哀家记忆犹新。早年沈家最悬知此霞光锦，光影之下分出七色。自沈家主王室后，人人都说手艺断绝。回太后，先父便是沈氏云锦家主，难怪你能织出这般上等锦缎。这落霞锦，哀家替陛下定下，往后宫中所有云锦采买，尽数交由唐锦坊承办。民女叩谢太后恩典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朱雀大街唐锦坊织造落霞锦，质地冠绝天下，特赐御用皇商身份，皇家一应大典云锦均由该坊中供。钦此。民女谢主隆恩。上月我在此购锦做裙，上街人人追问布匹出处，料子顺滑柔软。听闻是太后亲自点名，往后宫中布料全出自这里，乃是天大荣耀。娘子救我！他们要打断我的腿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替我还清债务吧。你二人早已签下和离书，自此再无瓜葛，他的债务与你无关。玉婵，从前是我对不住你，你再帮我一次，往后我一定安分过日子。当年我跪地求饶，求你停手，你半分怜悯不曾给我。今日这般下场，皆是你自作自受。我已知错，你随我回家，我再也不会动手打你。你莫要心软，我从不会心软，只是悔恨当年竟嫁给你这般人。一群废物，区区小事都办不吞。
殿下息怒，奴婢本已安排侍卫将人拖去杖责，谁知太后骤然驾临，奴婢不敢当着太后动手，否则那沈棠早已当场受刑。那女子名唤什么？回殿下，名沈棠，朱雀大街唐锦坊房主，今日入宫参选皇商之人。裴长兴先前病逝的前妻，名讳是什么？回殿下，一名沈棠，裴府丧帖牌位书写沈氏堂娘。什么？竟敢在本宫面前玩假死脱身的把戏！新旧之人竟是同一副身子，沈棠好手段。召集手下人手，今夜取沈棠项上人头，事成重赏。若是办砸，你自知下场。属下领命。你方才所言属实，那贱人并未身死。千真万确，他在朱雀大街开设唐锦坊，今日入宫参选皇商，还逼迫常静签下和离书，想要全数取回嫁妆。此事万万不可让公主知晓，否则裴家大祸临头。此贱人命硬，坠崖尚且不死，当初若是直接白绫赐死，也无今日祸事。如今该如何处置？沈棠必须死，只要他活一日，常静心中便念他一日。公主早已心生不满，朝中弹劾奏折渐多，皆是公主暗中施压。一旦公主知晓他尚在魂室，你的官位都保不住。动用府中暗卫动手，速办，行事干净利落。此番我看他如何脱身。我绣的这一对，看着怎么不像鸳鸯？你这哪里是鸳鸯，分明是两只小鸡争抢吃食。就算是小鸡都比你这个逼真。小鸡嘴尚且尖锐，你绣的嘴扁扁，倒像鸭子。我平日只握刀，拿针总不听使唤，还是交由玉蝉姐姐绣稳妥。别出声，院外有人。有埋伏！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动手打架。我自然看得出是打架，可这些人是谁？为何偏偏闯进咱们院子厮杀？我也不清楚。指挥使早前吩咐，我这边遇险情便释放信号。院内打成这般模样，应当算是大事了。你可有受伤？顾侯爷，你太紧张了，我无事。大人来的未免太快，您府邸远在城东，咱们唐景坊地处城西，难不成您是踏着房顶赶过来的？我恰巧在附近办事，望见信号烟花，便立刻赶来了。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方才在屋内核对账本，两伙人突然翻墙入院缠斗，看到信号烟花之后便一同逃窜，只留下尸体。我任职办案多年，从未遇见过这般匪夷所思的场面。这一批人是裴家暗卫。你如何分辨？我在裴家生活3年，府中所有人的衣料采买皆是由我打理。市面上虽能买到同款布料，但衣料内侧暗纹是我专为裴家设计，全长安再无第二家使用此种纹样。那这一伙灰衣人又是谁？同样出自裴府，衣料专属暗纹一模一样，两拨人全都是裴家派来的。所以3更半夜，两伙裴家的人跑到你院子里来，然后他们自己打起来了，这合理吗？不管合不合理，这就是事实。那院子里的那些东西怎么办？要不要报官？不行。现在你的身份敏感，不宜打草惊蛇。发生这么大的人命案，大理寺肯定要来查，到时候再把你和裴家的那些事情先牵扯出来，事情就更复杂了。那咱们就这么摆着吗？大人，为什么不能叫您手下那些人来做这些活？我手上都磨出茧子了。人多口杂。我猜这两伙人虽然都来自裴家，但应该是不同主子派来的。
裴家除了那忘恩负义的公婆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更想你死。永宁公主，当今圣上最小的女儿，从小任性妄为，裴长新已有妻室的事，满长安都知道，她照样求父皇下旨赐婚。不只是胡作非为吧？云锦选秀那天在宫里被人换布的事，十有八九跟他脱不了干系。那天是太后救了你。李嬷嬷说我长得和先太子妃娘娘几乎一模一样，太后那天看见我，也愣了很久。如果有一天她知道真相，知道自己亲眼看着长大的儿子杀了另一个儿子，我不知道她受不受得了。这个还给你。喜不喜欢妹妹呀？喜欢，我要一辈子照顾好妹妹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公主责罚。那沈氏的院落里早就埋伏了人手，个个武功高强。一个开布庄的商妇，身边怎么会有那么多武功高强的人？看他们的功夫路数，不像是寻常护院，更像是长安城内大户人家豢养的暗卫。暗卫？她一个商户女能指示得动谁的暗卫？殿下莫气，依奴婢看，那沈氏不过一个孤女，能调动暗卫的只有裴将军了。看来将军心里还是放不下她，竟然用自己的暗卫去护着前妻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，再让本宫听见一句这种话，把你舌头割了喂狗。奴婢该死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滚下去治伤，今晚的事不许对任何人提起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请老爷夫人降罪。那沈氏的院落里护卫森严，属下刚一落地就被3、4个人围住了，对方出手狠辣，属下拼死才撤出来。一个商户女，哪里来这么多护卫？你确定那些人是护卫？确定，不像普通护卫，更像专门的暗卫。当年要不是裴家收留他，他早就被那帮沈家破锣鼓生吞学剥了。他如今不过开了间布庄，就是花再多银子雇护卫，也不可能雇到比咱们府上暗卫还厉害的人。莫不是这沈氏在外面攀上了别的靠山？我早就看着那沈氏不安分，在咱们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那双眼睛四处乱瞟，说不定那时候就已经和外面不三不四的男人勾搭上了。长京这是被他蒙在鼓里，骗了整整3年。便是这间铺子，回殿下，此处便是新晋御用皇商唐锦坊。就这般寻常料子，皇祖母竟亲自选定你们做皇商，想来是人上年纪，眼神也不济了。太后品鉴锦缎，从不看商号名头，只看经纬疏密、捻线匀整与否，以及纹样经日光长久照射是否完好。太后选定民女的布防，只拼织料经得起细细查验，倒是一副伶牙俐齿。本宫今日前来，就是要瞧瞧，究竟是何等女子，假死脱身，还把裴将军搅得失魂落魄。殿下多虑，民女对裴将军早已无半分妄想。本宫劝你识时务些，趁早离开，与本宫相争，你落不下好下场。殿下可知民女当年在裴家每月月钱仅有多少？不过2两银钱。你这话是何用意？如今民女织1匹落霞锦便能售5两，1年100匹便是500两。不必看人脸色，不必深夜煎药侍奉，不必拂晓打理府中账目。殿下心中那所谓裴府荣华，于我而言，不过是困住人的牢笼。殿下以为我留长安是为争抢男人，实则民女留下来只为2件事：其一，先父临终手中仍握着支梭，毕生心愿便是让沈氏云锦名扬全城；其二，我想让长安所有百姓，无论贫富，都能穿上柔软结实的上好布料。裴府那般富贵，你当真毫无留恋？从前在裴家每月只得2两，如今我亲手织布1匹便值5两。不必日日向婆母屈膝侍奉，不必做下人一般操劳，这般对比，我又有何不舍？但愿你今日所言句句属实。阿唐，他往后会不会再来为难我们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必忧心。侯爷，您近来时常盯着这枚手镯细看，此物究竟有何特殊之处？乃是至关重要的政务。政务再重要，日日盯着也瞧不出别的花样。哪来这么多闲话？侯爷，听闻今日永宁公主去往唐锦坊拜访沈娘子，您心中不担忧吗？有何可忧？
公主白日乘銮驾出行，朱雀大街人流络绎不绝。况且阿九寸步不离，护在沈娘子身边，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。你长大之后甚少入宫陪伴哀家，儿时你日日赖在宫中不肯离去。朝中堆积诸多卷宗公务，臣分身乏术，难以时常进宫请安。我同圣上吩咐，少犯派些差事给你。你年纪尚轻，至今未曾成家，莫要操劳伤了身子。你是永昌侯侯府独子，却一房妻妾都无，心中究竟属意何种女子？娘娘，无论何种身份都可以吗？以你的家世才干，大前境内女子任你挑选，便是公主也无妨。倘若臣中意的只是一介商化女子呢？商户出身，门第稍低，但若你真心爱慕，哀家赐她县主封号，倒也相配。那若是一位二嫁商户女子呢？二嫁商户女子本就勉强将就，你竟还要求娶一名二嫁商户女？你须知自己是永昌侯府独苗，日后要承袭侯位。若是将这般女子娶进门，等100年之后，你祖母怕是夜半也要从地底出来找哀家临论。娘娘切莫动怒伤身，臣对那商户女不过仅有几分好感罢了。你这油嘴滑舌的小子，专挑话来惹哀家这老婆子不快。臣怎敢存心惹娘娘生气？只盼娘娘福寿绵长，往后无论臣犯下何种过错，都有娘娘为臣撑腰。你还好意思提旧事？儿时你打碎圣上最美青瓷花瓶，躲在床底不敢露面，最后还是哀家替你扛下罪责。陈年旧事，便不必再提了。倘若当年先太子福儿未曾遇害，昌平郡主若是活在人世，如今也到了婚配的年龄。娘娘可曾设想，倘若昌平郡主尚且存活于世，若是长平真能活下来，哀家愿以剩余寿命相换。娘娘万不可说这番折损自身的话。先太子英明仁厚，一心体恤百姓，若上天尚存公道，定会留存他的血脉。殿下，您当真相信方才沈娘子所言？她一介不访商户，同本宫说那些真心话，于她并无半点好处。若是刻意讨好，便该跪地求饶；若是存心激怒，便会句句针锋相对。可她二者皆未做，她说的皆是心中所想，并无半分虚言欺瞒。殿下，将军回府了。大婚至今，将军总以公务繁忙为由独宿书房。今夜若是再执意离去，本宫绝不依准。证据已经查得差不多了。当年血洗横幅太子府的，是圣上独属的玄甲卫。每个亲王都有自己专属的一支玄甲卫，但圣上现在手底下这批玄甲卫，全是后来重新组建的。最早那批人事成之后，就被他灭了口。那你怎么找到的这个人？他曾经是玄甲卫首领，武功高强，如今眼瞎腿瘸，隐姓埋名在城外做了乞丐。我找了他整整2年，才从一户农家地窖里把他翻出来。这摞书信就是他的亲笔公册，他答应必要的时候愿意出面指认。他居然有这样的胆量！他当年是玄甲卫统领，官居3品，帮圣上办完那桩血案之后，他被圣上派出的人追杀了大半年，父母妻子全死了。他现在活着就是个废人，命早就不要了。他要的是让那晚的真相有人知道。单凭人证和这些书信，想把龙椅上那个人拉下来，怕是不够。没错，我们还需要等一个时机。不急。我只是觉得太委屈你了，你本该是公主之尊。身份对我来说更像一把枷锁。我在裴家做了3年端庄贤淑的将军夫人，那种日子我不想再过了。我现在开店卖布，靠自己的手挣钱吃饭，比当什么夫人公主自在得多。可是你若拿回你的身份，就能另外择选更好的夫家。我为什么要选夫家？现在我和玉传、阿九3个人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快活。你说了可不算，我们之间还定着亲呢。这枚手镯就是物证，反正你要嫁人必须嫁给我，不然就是始乱终弃。你疯了！那时我才多大，那么小的事怎么能作数？那我不管，这门亲事是长辈定下的，要想退亲，那也该名正言顺。侯爷，这里可是南风馆啊！您要是进去了，明早整个长安城都得传遍。南风馆又怎么样？整个长安城还有我去不了的地方吗？那侯爷您自己进去，
属下在门口给您把风。你自己看看，满朝文武参你的折子堆了这么高，堂堂永昌侯金吾卫统领夜入南风馆，被巡街的御史撞了个正着。你知道朝臣们都怎么编排你吗？臣知罪。知罪？你知罪有什么用？朕给你加官进爵，太后替你向各家名门贵女，你就拿这个来报答朕？堂堂朝廷命官，一点清誉都不在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你还有脸跪在这儿？朕刚在朝堂上替你压了御史的折子，你倒好，下了朝又被太后的人看见你往南风馆的方向去。满朝名门贵女，难道还不够你挑的？哀家头晕，永昌侯府3代单传，到了你这儿，哀家怎么跟你祖母交代呀？之前嚷嚷着要娶商户女，现在又闹出南方滚这一出。什么商户女？朕怎么没听说过？回禀圣上，是臣前些日子对一户皇商的商户女有些好感，不过圣上放心，只是一点喜欢罢了。毕竟按照她的身份，还配不上臣。你呀，一天天净搞这些小心思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娘娘，微臣不懂您所言何事，还恳请娘娘明示。赐婚。只要是女的就行，只要不是南风馆里那些，至少不会让永昌侯府绝后。哀家这就你一旨，商户女也行，2嫁也行，只要你肯娶。臣领旨谢恩。沈娘子还愣着做什么？这可是天大的荣宠，接旨谢恩吧。谢太后娘娘恩典。阿唐，不能嫁。为什么不能嫁？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，顾大人他好南风，好多人都看见他连续几日进出南风馆了。什么？顾大人好南风？不可能！我从小跟着大人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。你小点声，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你嚷嚷什么？可这不对啊！千真万确，街头巷尾都在传，说有人亲眼看见顾大人天黑之后进了南风馆，隔了好久才出来。阿唐，你没事吧？你不会是气傻了吧？没事，你去把后院新到的那批丝线点数入库，别的事不用操心。人参鸡汤炖了一下午，你这几日天天在书房熬到后半夜，再这么下去身子该垮了。多谢殿下。你书房里还藏着他的画像。你听我说。你说你心里还有没有他？她永远是我的妻。好，永远是你的妻。那你当初为什么答应娶本宫？圣旨下来的时候，你若不想娶，你大可以来告诉本宫，可你没有。人人都说裴将军对本宫有心，你现在跟本宫说，她永远是你的妻。君有所令，臣不得不从。好一个君有所命！那父皇要是下旨让你去死，你去不去？殿下莫要胡闹，圣上是明君，不会下这种旨意。裴长京，是本宫看错你了。当年你凯旋骑马游街，本宫以为你是个保家卫国的英雄，现在看来，你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沈棠又要嫁人了，你那个永远的妻，马上就要变成别人的妻了。嫁人？不可能，她不会的。他们说你要嫁人了，那都是谣言，对不对？和离书已经签了，你我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我不信，3年都能等，为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？唐儿，你还在跟我赌气，对不对？裴长京，没有人会一直站在原地等一个人，尤其是你这种人，懦弱、自私、品行低劣。我不信，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人愿意娶一个2嫁的和离妇？他一定是在骗你。唐儿，你不要被人骗了，你跟我回去。裴将军这么晚还在骚扰我的未婚妻，是不是不太合乎礼法？是你，你要娶唐儿？不可能，你是永昌侯府的小侯爷，皇上和太后不可能同意你娶一个2嫁女。将军请慎言，再让我听到一句2嫁女从你嘴里说出来，
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。上次看你多吃了2块桂花糕，这次路过庆丰楼，给你带了1包，合你口味的还是那一家的。你这是在搞什么鬼？从在裴家后院第一眼看见你开始，我就心悦于你。何况你我本来就有婚约。可我已经不想再嫁入别人的府邸了，操持家务，侍奉长辈，替人管账还债，那种日子我不想再重复了。我发誓，与我成婚之后，你依然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会拦你。你想织布，我替你捋线；你想开店，我替你去选址；你想杀人，你手指方向就是我刀锋所指。阿唐，我这一生孑然一身，从小无父无母，习惯了这世间孤寂。但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想孤身一人。以后的路，让我陪在你身边吧。你们继续，我们什么都没听到。阿唐，他真的好爱啊，快同意了吧？走，咱俩快走，别耽误大人追媳妇儿。阿唐，圣旨都求来了，我要再不同意，你岂不是还要去流连南风馆？沈娘子真是天大福气，永昌侯府独苗顾小阁也，长安无数世家贵女求嫁不得。谁说不是？听闻下聘队伍绵延3里，排场胜过迎娶公主，单一对赤金合金杯，皆是宫内御用匠人亲手打造。顾小侯爷此番下聘，手笔惊人，单各类锦珏便有800匹，金银玉器数不胜数。这般规格，用来迎娶公主都足够体面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侯爷，800里加急军情，犬戎3日之内接连攻破萧关、陇关、大散关。圣上急传旨意，命您明日即刻领兵出征。该死的犬戎，为什么总在我新婚之夜打进来？我可不是裴长敬，舍得把阿唐丢下3年。我不管，先圆房。阿唐，我明早还要点兵。明日的事，明日再说。顾昭为主将，领先锋军3000，即刻北上。到了萧关，先扎营稳住阵脚。陈领旨，裴长经为副将，领2000人马，沿渭河北岸行军，走野径，绕到犬戎左翼后方，等顾昭出关时包抄后路。陈领旨。李重山，你领3万大军翻过终南山，截断犬戎粮道后，援助顾昭。陈领旨。圣上，顾侯爷从未带兵上过战场，末将愿率先锋军。顾昭自幼在先太子身边学过兵法阵图，朕相信他。裴将军不必多言。皇上部署很奇怪，让你一个没上过战场的人当主将，还把2路大军拆开，你多加小心。我会留暗卫护着你，若遇到解决不了的事，就进宫找太后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等我。
本宫还真是小看你了，一个被休弃的弃妇，居然还能攀上永昌侯这根高枝，手段不一般。臣女从来不屑于使用什么手段，人的贵贱和价值不在于身份高低，而在于这里。女人的价值也跟嫁给谁无关，不管嫁给谁，自己都是最珍贵的。臣女还要去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先行告退。你为什么要救本宫？你我之间没有生死之仇，同为女子，相救是应当的，反而为了男人反目成仇，不值得。不值得，当真不值得。那个公主平时那么刻薄，主子您还要下水救她，把自己弄湿透了，不值当。她在水里扑腾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个不会水的普通人，我看见了，就不能当作没看见。太后，太后，好孩子，你肩上那块胎记，可否再让哀家看一看？好孩子，养育你的沈家，当真只是寻常商户。回太后娘娘，民女是大前18年被沈家于河道边拾得的弃婴，襁褓之中仅有这一枚赤金璎珞圈。太后娘娘，昌平妹妹也有一模一样的赤金绫罗圈吗？没错，你们二人的确是一对。待昌平长大，二人持此信物，便能认出彼此。这是福儿太子妃的物件，哀家记得清清楚楚。当年是哀家亲手为他收纳打造，一共2枚，一枚留给昌平，一枚赠与顾家孩儿。这内里刻文，哀家当年亲眼看着匠人雕琢。祖母，好孩子，哀家要认你归宗，为你举办册封大典，让天下人皆知先恒福太子尚有血脉留存。哀家这便去面圣。祖母暂且缓刑，如今犬戎大军压境，朝堂军务繁杂，陛下已是分身乏术，孙女身份一旦公之于众，必定引发朝野动荡，还请祖母代为保密，待顾昭征战凯旋之后再行商议。好，哀家依你所言，待到顾昭庆功之日，哀家一并为你们二人昭告天下。回太后娘娘，老奴已然查清过往喜末。沈娘子早年确为裴长进原配妻室，永宁公主求圣上赐婚裴将军之后，裴家百般逼迫沈娘子下堂，裴老夫人更是意于赐毒酒加害，沈娘子连夜翻墙出逃，当晚便遭裴家暗卫追捕，不慎坠下山崖。传哀家懿旨，褫夺裴母李氏2品诰命，贬为庶民，禁足裴府3月，不得外出。老奴遵旨。一定是长靖出征，宫里派人来嘉奖。夫人说的对，夫人已经是2品诰命了，这回再往上赏就是1品夫人了。奉太后娘娘懿旨，裴家夫人李氏不贤不德，苛待儿媳，有损妇德家风，即日起夺起2品诰命夫人位分，贬为庶人，禁足家中3月，不得出入。大人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从来没有苛待过公主殿下呀。您可不只有过永宁公主一位儿媳吧？太后怎么会替一个商户女出头？她凭什么？夫人，沈娘子真是菩萨心肠，
这一车粮一车棉衣送到前线去，够几百个士兵吃半个月了。阿唐，这些粮和棉衣把咱们大半年挣的银子全填进去了，真是可惜。傻玉蝉，有国才有家，咱们的铺子安安稳稳开着，是因为边境有人拿着刀挡着。这些粮食换那些人的命，值。要是天下人都有沈娘子这样的觉悟，区区犬戎早就被大前兵马踏平了。主子，你知道裴家那个老妖婆被太后禁足了吗？听说她接旨的时候当场吐血了，真解气。裴长敬，回来，不要追！全歼他们！就在这个时候，穷寇莫追！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你学的那些东西都是纸上谈兵，连战场都没上过的人，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？打仗讲究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不趁此机会一举击灭他们的气势，错过去就是追悔莫及。想立功的，就跟我来！这个裴长敬怎么打赢上一场仗？将军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先退回去。犬戎一向诡计多端，等李老将军的援军到了，才能发起总攻。那裴将军他们怎么办？希望他能把那些将士平安带回来。父皇把长敬派上战场，事先也没跟本宫提过。战场上刀枪无眼，万一他有个好歹，本宫今后怎么办？殿下，要不您去跟皇上说说，把裴将军调回来吧。他现在是驸马，犯不着亲自上阵打仗。来人，备銮驾，本宫要入宫去向父皇请安。王德，朕此次跟犬戎可汗签下协议，将萧关、陇关、大修关3关划给他们，朕是不是做错了？皇上乃是真龙天子，所作所为皆有天意，怎么能错呢？朕在位这些年，跟犬戎打了多少仗？他们接连攻破3关，眼看就要打到长安城来，朕不想再打下去了。可是皇上，顾侯爷和裴将军已经带兵出征了，没准真能击退犬戎呢。裴长敬几斤几两，朕最清楚。打一些小仗还可以，像这种决定国运的大战，他扛不住。那顾侯爷呢？他就更不行了。多年来在长安城里纵情声色，一个纨绔子弟罢了。太后喜欢他，朕不喜欢。朕一看到他，就会想起那个人。皇上，合约一签，顾侯爷和裴将军就都回不来了。顾侯爷还好说，裴将军可是永宁公主的抚恤啊。这个时候，朕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谁？外面是谁？来人！抓住他！父皇，您和犬戎签了什么条约？为什么长敬回不来了？朕年纪大了，不想再跟犬戎打下去了。他们的可汗同朕约定，将那3座城池通通划给他们。朕在位之日，他们不会再发动任何一场战争。那您为什么还派大军倾巢出动？永宁，你错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军。奔赴前线的只有裴长敬和顾昭2支军队。天下人需要一个交代，朕给他们一个交代。那援军呢？没有援军。父皇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啊？这有什么？倘若被他们攻入都城，你可知他日史官手中那支笔会如何说朕？会说朕是丧都之君。不，儿臣不能眼睁睁看着父皇犯此大错。站住！你要去干什么？父皇若不改变主意，儿臣要去告诉天下人，3关没有被攻破，是被父皇卖掉的。来人，给朕抓住他！父皇，您要杀了女儿吗？永宁，你是朕最小的女儿，朕从小看着你长大，怎么会杀你？朕不会伤害你，不过现在你哪里也不能去。把永宁公主带到偏殿去，从外面锁上门，
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放他出来。放我出去！父皇不能这么对我！放我出去！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事。外面的人听着，父皇虽然软禁了本宫，但没有废除本宫的公主位。这殿里又阴又冷，本宫若是冻病了，你们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。去叫本宫的贴身嬷嬷来，给本宫送一套厚实的被褥。他说的有道理，皇上虽然关了公主，但王德大总管特意交代过，不许亏待公主，一事已就。那我去叫人传话。哎呦，殿下，您怎么被皇上关到这儿来了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没有时间解释了，你现在出宫去，把这个送到朱雀大街唐景坊的沈堂手里。现下只有他能救本宫，能救整个大钱。殿下放心，老奴一定送到。主子，永宁公主的人来了，说要求见您。阿唐，公主的人，她这个时候来找你做什么？她以前总害你，不如不见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已经跟公主把话说开了，她应该没心思再用那些手段。让她进来吧。沈娘子，求您救救公主吧，她被皇上关起来了，不许任何人见她。这是公主托我为你带来的血书。援军为甲，皇上已与犬戎签约，割让3关，出征2将为诱饵，速救！皇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无耻。你先回去，告诉公主，我会想办法。老奴替公主谢过娘子，公主说了，只有您能做到。主子，我去宰了那个混军！你一个人打得过那几千御林军？做事说话前先过过脑子。那怎么办啊，主子？没有援军，顾大人根本撑不了多久。当务之急是把皇帝卖国的真相传遍长安。那我们去城门口贴告示，可贴出来一定会被官府的人撕掉的。不用贴报示。玉蝉，咱们库房里还有多少匹云锦？还有上千匹，够了。去通知所有织娘，连夜开工，将所有的成匹云锦全部裁成手帕大小。成了。天子天子失我关防，3关尽割百姓何望？天子天子丧我心肠，将士围耳良军不往。主子，这法子好。长安城里人人识字的不多，但顺口溜一听就懂，印在帕子上，看一遍就记住了。去把顾大人留下的暗卫都叫来，天亮之前，我要印制出成千上万条这样的手帕。上天助我，今日刮得正好是东风。我们去全长安最高的玉京山上，将这些手炮撒下去。明日天一亮，全长安的百姓就都知道真相了。下雪了？胡说，哪有这么大的雪花？哎，这上面还有字。硕鼠，这狗皇帝居然将咱们的土地白白割让给那些蛮族！那些蛮族最是残忍，占了咱们的城就屠城。狗皇帝这么做，这是要死多少人啊！沈堂，本宫就知道，你一定能做到。圣上身体不适，今日早朝暂停，各位大人请回吧。你那些兵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
若不是你贪功冒进，萧齐营那几百人根本就不会死。属下知错，是属下冒进了，没有想到那居然是个陷阱。将军，犬柔大军已经兵临城下，主力全部集结于关外3里处，已经开始攻城了。该死，为何援军还没到？早在3日之前就该到了。将军，沈娘子送来的加急信件。堂儿的信。沈棠现在是我的夫人，不许你这样叫她。你也看看吧。圣上怎么会做这种事？狗皇帝还未登基之前，就已经串通犬戎，暗中派人杀害横幅太子满门，才自己登基。本性就如此卑劣，做出这种事来不足为奇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不会再有援军了？难道就在这里等死？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横幅太子府在这附近有一支私兵。圣上，外面的朝臣们都不肯走，执意要面圣。圣上，御林军统领说有要事求见。圣上，兵部尚书在殿外跪着，询问民间所言是否为真。反了，一个个都反了！皇帝，外面那些传言是否属实？母后，您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，都是刁民造谣生事。无稽之谈？那裴将军的大军现在在哪里？为何前线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回来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软禁了永宁？太后年纪大了，应当好好在寿康宫里颐养天年，操心这些事情会危及自身健康。早知你如此懦弱，这皇位就不该交到你手上。本来当年也没打算交到朕手里，你和父皇事事偏爱大哥，朕对你们来说不过是个多余的。你若有你大哥3分文治武功，大前朝就不会像今日这般民怨非头，内忧外患。朕比不上大哥又如何？大哥不还是死在了朕的手上？你居然！来人，送太后回寿康宫。太后旧疾发作，将寿康宫封起来，不允许任何人打搅太后静养。沈棠，宫里全乱了，不光永宁公主，连太后都被软禁了。百官在朝堂上跪了一地死谏，可皇帝躲在后宫，根本不肯出来。看来皇帝是铁了心要拖死顾昭那2路大军了。也是时候了。大前的子民们，我是横幅太子的女儿昌平郡主。狗皇帝在大前18年勾结犬戎，杀害我满门弑兄夺位。如今他又屈辱卖国，将3关割让给犬戎，将2万将士丢在战场当诱饵。他不配坐在龙椅上，不配接受万民的敬仰。朝臣们已经在宫中死谏，我们现在就进宫，把狗皇帝赶下龙椅。走！把狗皇帝赶下龙椅！这么多百姓，咱们拦不住他。假装拦一拦算了，我也想让他们进去，把缩头五妃一样的皇帝揪出来。圣上，不好，那群百姓造反了，已经冲到宫门口了，御林军根本拦不住。御林军是干什么吃的？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都拦不住！统统给朕推出去砍了！圣上，还是等以后再砍吧。那些人马上就要杀到后宫来了，带头的是那个沈娘子，好多朝臣都已经加入他们了。还有那个沈娘子说自己是昌平郡主。昌平？不可能！昌平当年明明已经……圣上还是躲一躲吧。宣贾卫武功高强，可以护住您的安危，但架不住他们人多，刀剑无眼，伤了圣上可怎么是好？你居然是昌平，难怪朕第一次见你就觉得眼熟。你居然还没死！苍天有眼，自然会留下横幅太子的血。留下血脉又有何用？你是个女子，担不了这地位。女子又如何？我在长安城里广设粥棚，支援边疆，我为大前做的事比你多。你呢？懦弱卖国，你觉得自己配坐那把椅子吗？昏君下台！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谋划的。我从来没有谋划过什么。若不是你为了青史留名，懦弱避战，将自己陷入绝地，我本来还想等些日子再找你清算旧账。
他们的底气都是你给的，朕现在杀了你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你杀了我也拦不住他们。主子！胡闹！这么高的地方都敢跳！我看到你来了吗？我知道你会接住我的。大势已去，大势已去。皇上，皇上驾崩了！太后娘娘，逆贼虽已伏诛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臣等恳请太后从宗室中择贤而立。宗室之中，你认为谁可当此大任？先帝尚有幼子，虽未满10岁，但可责辅政大臣。启禀太后，先帝在位20余年，子嗣凋零，朝政荒废，边关失守，朝堂恐再生祸乱。臣以为当立新君。太后娘娘，臣有一言。先太子恒福太子虽已故去，但留有血脉。沈氏堂娘乃恒福太子唯一子嗣，封号昌平，是先帝正统血脉。臣请立昌平郡主为新君。荒唐！女子登基，恨古未有，何况此女曾为商贾，更嫁族人妇。若立她为君，史官陛下如何书写我大钱？臣附议，女子为君，名不正言不顺。宗室之中还有几位藩王，皆可择选。藩王各自拥兵，若立其中一人，其余必起兵争位。诸位是想让大钱再起内战吗？那也不能立一个2嫁商妇为君。诸位大人，先帝在位20余年，在位时朝纲败坏，离位时卖国求安。若不是沈娘子散尽家财，募集粮草，揭穿先帝阴谋，今日长安城已是犬戎铁蹄之下。诸位说话之前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底气。顾侯爷，你与他已成婚，自然偏袒于他，你这是以私废公。臣以3万私兵击退犬戎，收复3关，这是私还是公？臣保住了长安城，这是私还是公？哀家说几句。恒福太子在位时，文治武功皆有建树，朝野上下无不敬服。他留下的血脉，哪怕是个女子又如何？昌平柱虽为女子，但她以一己之力揭穿先帝卖国真相，鼓动万民护卫社稷。他散尽家财支援前线，不惜性命攀上城墙与逆贼对峙。这样的胆魄和担当，在座诸位有几人能做到？至于出身嫁娶之事，哀家今日就放一句话在这里：若有人再拿商贾2字说事，先问问哀家同不同意。他身上流的是恒福太子的血。若立宗室藩王，你们谁能保证不起战乱？谁能保证犬戎不再犯边？谁能保证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？昌平，你告诉哀家，若你为君，你会怎么做？第一，整顿边关军务，收复3关之后分兵驻守，重建烽燧。第二，减免赋税3年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第三，重开皇商遴选，扶持民间织造，让大钱的丝绸瓷器祥销四方。第四，设立女子学塾，让女子也能读书识字，自立门户。女子学塾，那岂不是乱了纲常？纲常是什么？就是让女子嫁人后只能任人宰割，被婆家毒杀，被丈夫休妻也无处可去。我在裴家3年，月费2两，日夜操劳换来1碗毒酒。若我为帝，这大钱便不靠盘剥百姓而强盛，不靠出卖国土而求安。我要让边关将士有粮可食，有甲可穿，让田间农夫有地可耕，有余粮可存，让市井商贾有路可通，有公平可依。我要让大钱的威名不需割地赔款来维持，而是靠万民富足、百业兴亡来铸就。臣叩见新君，叩见新君。沈堂，你乃恒福太子之女，封号昌平，大钱正统血脉。今日哀家以太后之尊，代行传位之礼，你可愿承此重担？愿曾重担，不负先祖，不负万民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听说雁门关大捷，敌军已被击退，这一回怕是好几年都不敢再犯边。可不是嘛，百姓总算能安心过日子了。都是朝中上下守护有力呀。裴长京死在战场上了。我去找恒福太子留下的私兵时，留他守雁门关3日，他守住了。
如果这次我回不去了，请你把这个交给沈棠。这一生，是我对不起他。他这个人虽然自私懦弱，但也算为国尽忠了。陛下不许当着臣的面想别的男人。你这是吃醋了？按制度，朕还应该有3宫6院呢，到时候长安城的醋都不够你一个人吃。那臣就让陛下忙起来，没空去想那些3宫6院的事。陛下，这是御膳房新做的桂花糕，您尝尝合不合口？味道跟庆丰楼那家差不多。臣特意让御膳房去跟庆丰楼师傅学的。你一个堂堂侯爷，整天惦记这些小事。陛下的事再小，对我来说也是大事。陛下，臣有一事启奏。说。陛下登基之后还没封臣官呢，臣不要大的，给个御前带刀侍卫就行。你已经是御前带刀侍卫了，陛下登基当天就封了。当真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那天忙着在店门口跟人夸耀，圣旨传到你耳朵里，你都当耳旁风了。主子，这是真的。真的，往后你就在御前当差，俸禄翻倍。谢主子隆恩。从裴家后院翻墙逃出来那天，我没想过能活到今天。那天若不是我查贡品查到裴家，你可能已经喝下那杯毒酒了。这么说，你救我那一回是查案查来的？但后来每一回都是我自己要来的。这枚手镯从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在我身上，我养父说，捡到我的时候襁褓里只有这个。我这一枚也是从小带到大，恒福太子亲口说的，这是我未来妻子的信物。你那时候才几岁，知道什么是妻子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要照顾好你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先把边关的军饷补齐，再把今年各地灾荒的赈粮发下去。唐景房那边交给玉蝉盯着，绣娘的工钱也要再涨3成。臣帮陛下分忧。你分什么忧？王后陛下批折子，臣在旁边替陛下研墨沏茶。陛下巡边关，臣替陛下牵马执鞭。陛下想杀谁，臣替陛下磨刀开路。